哎，你知道外国人起名有多懒不？我给你讲讲啊。话从哪说起呢？先从我怼我教授说起。去年我在我们学校当助教的时候，跟我的教授翻看新生的名单。完事我教授看到很多中国女生的名，就比如小雅，比如小西，比如小雨之类的。他们这名的拼音你不能标1、2、3、4声，所以就表现不出来他们具体字的区别，就都是 XIL 加姓，小雨张，小宁刘。完事我教授就说，不是我冒犯你哈，就是你们中国人起名有点懒惰呀。你看咱们班怎么这么多叫小的，你光王小啥啥就好几个，你们就不能起一下就是不一样的名吗？我当时寻思这泼猴要僭越的感觉，但是你说他是教授，我也不能上来就怼呀。我就问他，我说那我问你个事儿，你儿子叫啥呀？完事我教授非常自豪的告诉我的儿子叫让皮啊啥啥啥。我一听就让皮耶，完后边加我教授的姓，完他一家人都是法国人嘛，咱就假设他姓臭奶酪，也就是他这名咱暂定为让皮耶臭奶酪。我说整老半天你起个让皮耶，你还说别人呢？你看你法国人这名啊，亚历山大·安德烈·弗朗索瓦让皮耶，走在香榭丽舍街，随手扔个大皮靴，砸蒙10个臭奶酪，其中6个让皮耶。我教授说的那不一样，我儿子叫让皮耶是因为我有一个逝去的 uncle 叫让皮耶，不是我故意标英文啊。我跟你说，我觉得他英文里头叔叔大爷舅舅姑父姨父全叫 uncle， 咱不知道他安的是哪个口。完这个让皮耶 uncle 呢，就据说会写诗来会作文，文人的笔墨骚客的魂，就是大家都很敬仰他，所以我教授这孩子一出生就以他的名赐名了。我一听天哪，这思路挺清晰，谁家还没有个才子呢？你比如说我爷当年那也是辽北能弹会唱能写能浪的老碴子，那我对我爷的崇拜那也是相当让皮耶的。那按照这个思路来讲，俺家孩子就应该随我爷的名，叫张巨农，英文名叫 Big Farmer， 全名 Mulholland Big Farmer。 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不是特例，他们全这么起名。哎，在给孩子起名上，哎呀可舍不得往里头添心血了。我认识一家西班牙人，爷爷爸爸儿子全叫 Albert， 姥姥妈妈姑娘全叫 Maria。 你一进屋里根本就不知道咋叫，你这3个女的，这3个 Maria 起码还都不姓一个姓，这祖孙3个 Albert 同名又同姓。咱就假设这家西班牙人，咱假设他姓艾梅西吧，也就是这3个男人全叫阿尔伯特·艾梅西。还有一个啥现象呢？就他们用的这个名哈，绝大多数都不是家长想出来的字儿拼到一起，像中国家长就日思夜想的拼出来个什么慕容子轩啥的，对不？他们很多都是从这个有名的著作里头就挑现成的名。这里最常用来被挑名的呢，就是圣经故事。你像叫亚当的，叫夏娃的，这都有的是。但是我个人理解不了的呢，是还有叫犹大的。你们也知道，这个是个恶魔人物，象征着背叛。你说你自己不起名，挑现成的也就罢了，你说你选个这样人设干啥呀？这就相当于，比如说咱给孩子选名，《西游记》里白骨精，《水浒传》里西门庆，《白蛇传》里选法海，专挑名著精神病。还有一种啥现象呢？就像我老公这样似的，就他妈我婆婆在怀他的时候，当时电视里头有一个人气小霸王叫 Jamie 啥啥啥，他那个地位可以说就相当于我小时候的道明寺吧。我婆婆天天看着电视里头这 Jamie 就是太喜欢了，完寻思就给自己儿子起名也叫 Jamie。 但这个 Jamie 当年太火了，就老了女的都这么干，整的我老公上小学的时候班上8个 Jamie， 就8个道明寺。你说这名让他给起的，那你说就按照这个思路哈，我现在看视频看的最多的2个男人，一个是老四，一个是张金条。那要是按照这个思路，我要是生个儿子，就或者叫张老四，或者叫张金条。正好我也姓张，随我姓还是张金条嘛。完英文名就可以直译嘛，要不就叫 Number 4， 要不就叫 Gold Bar。 完孩子不姓莫赫兰嘛，所以全名就叫莫赫兰老四 Number 4， 要不就叫莫赫兰金条 Gold Bar。 这时候也挺好听。哎，你想知道俺家未出生的老二他亲爹给他起的啥名吗？你想知道我女儿当年美丽的公主名是怎么在东北陨落的吗？我大胖媳妇昨天来灵感了，说老二的名起好了，但是我一听根本用不了，不信你们帮我听听。就说老二真吃亏，我跟你说，那翟奥达那名怀孕之前就起好了，老二到现在都快卸货了还没定。我怀俺家翟奥达之前，有一次在巴塞罗那的一个山顶上和几个朋友看浪漫的日落，我大胖媳妇就突然说，她将来如果有个女儿，就要起一个公主的名字。我说公主的名字，公主我就是俩，一个豌豆，一个石油，一个矬的像掌上一颗豆，一个富的喝豆浆碗直漏。这说到底不都是说我的吗？我不就是那个1.53.5米的石油公主吗？
但我老公说他想的这个名叫糟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喜欢玩一个游戏叫塞尔达传奇，然后这塞尔达传奇里头的公主叫糟的，也就相当于我喜欢玩游戏，然后我就给我儿子起个名叫马里奥或者是魂斗罗呗。但是这个名是怎么沦落成为了宰奥达呢？就第一次我们抱着孩子回铁岭，全家人在一块吃饭，大伙问这孩子叫啥，我大房媳妇说叫糟的，就回家之后其实谁也没听明白。我老姨就问我小弟说：“你姐人家孩子叫啥？我咋听个糟的呢？糟谁呀？”完赶上你老姨夫听的呢是教的，完你大舅说呢不对，应该是英文版的捷达。我说那不可能，人家爹是加拿大人，起个名起个桑塔纳系列，人桑塔纳不是苏联产的吗？我小弟说桑塔纳系列好像也不是苏联产的，苏联好像产的是伏尔加。后来是我姥判定的，我姥81了，是腰院老王家一个睿智的独立女性吧，就是我姥说这孩子肯定是我老姨夫说的对，叫娇的。为什么呢？我老公不是叫 Jamie 吗？但我姥从来都是管他叫杰米，所以说呢，这姑娘叫娇的，爹叫杰米，这不就顺过来了吗？爷俩都姓杰。当时我觉得我姥分析的太对了，你这孩子就应该叫娇的，就爷俩都姓杰嘛。但是我小弟非得较这个劲，说你们这几个发音都不对，你要想读对呢，就把这几个汉字连起来快读，就是宰奥达来走教的。然后我老姨这个可爱的东北女人就犯了一个所有东北人都会犯的错误。我小弟忘了一个事儿，就他们这辈子啥苦没吃过，啥累没挨过，但是啥时候管宰叫过宰。我老姨看着这仨字上来就是宰奥达，所以我女儿这个名就从这个本来还挺 international 的这个糟的，就沦落成为了宰奥达嘛，属于桑塔纳系列，原产于俄罗斯。但是到老二这呢，就我最近太忙了，就没寻思给他起名的事儿。完前两天家里人一块吃饭，我二姨夫喝了点酒，有点畅想，说你看这孩子是个牛宝宝，还是老二，要不然就叫牛二吧。咱说俺家孩子好，是妈妈的确是个酒蒙子，但即使说要起个酒名，咱不说一定要起个酱香型的吧，咱也配得上50块钱以上的呀。那咋给俺起个这么散装的名呢？完昨天我大房媳妇跟我视频的时候说她来灵感了，想好名了，叫丹忒。我一听我说叫蛋挞呀，后来我反应过来了，丹忒的中文名是但丁。我说你为什么要管你的亲生骨肉叫但丁啊？这要是个儿子，咱说是个公但丁就已经够难听的了，你要是个女儿张但丁，哎呦我的妈，谁为他负责？更有意思的是他爸在旁边听着了，说啊但丁不就是那个巴黎圣母院顶上敲钟那个吗？我说那是卡西莫多。然后我婆婆搁那装大明白啊，对，人家那是卡西莫多，但丁是写卡西莫多那个。我说写卡西莫多那个叫雨果。我老公说你们说那都驴唇不对马嘴，人家但丁写的是红与黑。我说你可行了吧，你们都说错了，人家但丁写的是聊斋，还但丁，你上网搜搜他长啥样，要真生个女儿长得像但丁，鼻子跟匹诺曹似的，咋整啊？叫匹诺曹都比但丁好听，就叫牛二都比但丁好听。他外国人经常起名就是特别不严肃，你看我老公就说那怎么就不能叫但丁，就向经典名著致敬嘛。我说那也不能那致敬，那我如果喜欢资治通鉴，我儿子也不能叫司马光啊，咱说可以叫张达纲，对不？你们感觉呢？反正你们真得帮我想想吧，还有1个月，你们要想不出来好名，那就真只能在这个但丁和牛二之中选了。